今天这支视频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其实我有25年的时间没有骑车了。那么我回归成为骑士之后，25年之后，为什么我会选择凯旋 Trident 660？在开始以前，我们还是再享受一下3缸引擎的声浪吧。当我领车的时候，我的这个销售员，我的 sales， 把车从那个garage 骑出来的时候，远远的一听到，还没见到车，光听到声音就知道 Trident 660来了。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在结婚之后，家庭的条件，因为有家庭的缘故，暂时是不允许我骑车的。就像我跟我的 sales 在聊的时候，他就说 "Family happens"， 就是家庭发生了。其实这句话就代表了很多的这个千言万语。但是呢，在大概去年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我们一起决定，差不多是时候可以回归成为一个骑士了。所以我回来骑车是一个我跟我太太共同做的决定。那这个是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在既然已经是一个家庭了，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要以一个家庭为出发点。那么圣经有一句话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2人成为一体。当夫妻什么事情都有商有量，有什么事情2个人都彼此互相讨论，做出共同的决定的时候，不管接下来的后果是怎么样，都是2个人作为一体一起来承担，这样家庭才不会有问题。那当我去拿车的时候，大家可以从相片里面看到，其实我的很多朋友都说，我太太看起来比我还要更加的开心。那现在就来跟大家正式的分享，为什么我选择 Trident 660。第一个，我的考量是以功能性为主。我骑车最主要是要上下班，不是只有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去做这个 recreation， 就是去这个娱乐的目的而已。我是希望每一天都能够骑车通勤的，所以我就必须要考虑到我在交通里面，在尖峰时间上下班的时间要能够安全，要能够好，这个车子的操控的性能必须要好。那这些我后面会再继续的做比较深入的探讨。但是因为这个目的是要以通勤为主，所以我通勤的时候我还必须要携带很多我上下班需要的东西，比如说我需要带我的手提电脑，我可能需要带很多的书，我必须要带我的午餐，这些都是考量的点。第二个就是外观的部分。我自从2004年看了一个 TV show 叫做 World Biker Build Off， 在当中有一位来自英国的设计师，他所设计制作的一部摩托车叫做 Hot Rod。 自从看了那一次的比赛之后，我就深深的爱上了英国的设计风格。所以当我想要再回来骑车的时候，
我就不再考虑日本车了。我在台湾的时候呢，我骑的是 Honda MC125，那个时候我是跟我的朋友一起自己改装，自己重新为车子喷漆。大家可以在相片中看到我以前的年轻的时候的模样。当我回来要骑车的时候，我所考虑到的就是几个英国的牌子，因为我还是比较之下还是非常非常的喜欢，应该是说我最喜欢的设计风格还是英国的设计的品牌的风格。所以除了 Triumph 以外，我也考虑过 Royal Enfield， 也考虑过 Norton 的车。那接下来就跟预算有关系了。因为我的预算呢，大概是在1万块左右，1万块加币左右。那这个当然也是我跟我的太太一起共同讨论出来的结果。所以在这样的预算之下，再加上接下来考虑到的性能科技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骑车了，我必须要考虑到一方面是年纪的问题。车子必须要是 reliable， 必须要是可靠的，不能够经常故障，也最好有足够的科技。那 Trident 660它的在科技这方面呢，跟在它的，因为我看了非常非常多的 review， 我做了很多的这个 research， 它的这个不管是性能，大家的评语都是，不管对它的性能来讲，对它的科技来讲，都是相当的丰富，非常的实用。再来，安全性也是一个考量，因为我很久很久没有骑车了，所以这部车必须要足够的安全。当然，这跟性能也是有关系的。那安全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，就是我有没有办法去驾驭这部车子，不是只有在骑乘的时候，在静止的时候，因为我原来骑的是125的125cc 的车子，那我不想要从250、300这种车子开始回归，因为这样的车很快很快就会觉得性能上不够，因为在北美经常都要上高速公路，250、300的车在高速公路上面会显得稍显不足，所以要的话就是要直上500cc 以上的车。所以 Trident 660 660cc 的排气量符合这些条件的要求，而且也不至于过重，因为其他的Triumph 的车子大概都是从900以上，900cc 到1200cc。那当然，这个 Daytona 675是一个评价非常非常高的车，但是因为我想要的是街车，我不想要这个跑车。因为对我来讲，一下子从这个 MC125是跟之前我的朋友借我骑的这个 Rebel 500都是属于 cruiser bike， 就是这种巡航的美式的这种风格，它的骑乘的姿势是比较舒服的，是比较 lay back。叫我一下突然从这样子很 lay back的骑乘姿势换成比较就是一下很战斗式的跑车的这种骑乘姿势，我没有办法适应，而且考虑到有的时候还是想要骑比较长途的，那加上年纪的关系，如果要长途的骑跑车的骑乘姿势，这种比较战斗式的骑乘姿势，我应该会受不了。所以这些都考量下来的话， Trident 660的这个
独特性就越来越明显，它的这个优势就越来越明显。那最后一个我考量的就是持有时间，还有就是折旧。因为其实我还是最后还是想要骑的是属于比较 cruiser bike。那我真正最喜欢的车子其实是这个 Trident 的另外一部叫做 Speedmaster。那它是属于 cruiser bike， 是属于美式，在台湾叫做美式巡航的风格。将来还是想要换回 Speedmaster， 等我在骑了比较适应这个比较大型的排气量的车以后，其实Trident 660在大部分在欧美来讲算是 middleweight， 是算中排量级的车子。那我希望在用这个中排量级的车子适应了2-3年之后，最终能够骑到Speedmaster， 所以这个也是可能跟安全性也有关系。那当然跟预算也有很大的关系。如果我先从 Trident 660到我要换车的时候是用 trade in 的方式，这样的话呢就不需要等到我要换成这个 Speedmaster 的时候，就不需要一次付出这么多的钱，因为还有这个 trade in 的这个 value 在里面，所以这些都是考量的点。我是非常蒙福的，因为我是第一个在我居住的这个省份BC 省第一个拿到 Trident 660的车主。我拿到了以后骑乘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是一个非常让人上瘾的车子，就是我跟我的这个 sales 说的 very addictive。 我所有的朋友这些有过非常多的多年的骑乘经验，并且拥有许多车子的朋友试车了以后也都觉得真是非常的好骑。我每天听到引擎的声音都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另外我要提的是我所选择的这个台湾是叫做消光黑。那这个颜色我也是觉得我很喜欢，因为它是唯一的是消光黑的这个 finish，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打蜡，所以在这个洗车保养上面也省掉了一部分的工作，而且选择这个颜色的人不多，所以虽然 Trident 660卖得非常的好，但是我的车的颜色相对来讲是比较独特的。在决定要购买 Trident 660之前呢，我其实最喜欢的除了 Speedmaster 以外，最喜欢的是一部叫做 Street Cup， 也是 Triumph 的车，但是很可惜他们只出了16年、17年2个Model Years， 后面就没有再继续出后续的版本，在二手车市上面也非常难找，可以说在我买到车之前呢是找不到的。但买了 Trident 660之后，我非常的满意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内容，我们下次见咯。